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看过一篇叫《驴鼠之谜》的文章？书中讲到，当地的驴鼠繁殖速度非常快，为了控制种群数量，它们竟然会选择集体跳崖自尽，以防数量泛滥导致过度消耗资源。听上去感人至深，甚至还有专门的纪录片记录了驴鼠跳崖的盛况，一时间让人们深信不疑，无一不感慨于驴鼠无私的自我牺牲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啮齿类动物非但不会控制自己的数量，反而还以毫无节制的繁殖而出名。为了更好的生存，它们会选择迁徙至更加富饶的地方，跋山涉水更是家常便饭。再加上鼠类大多都会游泳，时不时跳个水什么的也很正常。少数不幸摔死或淹死的驴鼠被人类发现，不知真相的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有了驴鼠大义凛然跳崖自尽的传说。先前提到的纪录片更是被爆出造假。当年剧组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，因为这里有天然的白色荒原，不必远赴重洋前往驴鼠所在的北极圈。他们买来了几十只驴鼠，放在被雪覆盖的转盘上，从不同角度拍摄，来形成这所谓的迁移场景。然后他们又被运到了一座悬崖之上，被逼着跳进悬崖下的河里。从头至尾出现在镜头里的驴鼠不过几十只，然后通过技术造假，形成了大量的驴鼠跳崖自杀的场面。就是这样残忍血腥的手段，竟然让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。但是这种疯狂的集体自尽举动，在动物界并非子虚乌有。你见过蚂蚁的这种诡异举动吗？它们成群结队，不停转圈，形成了一个巨大漩涡，中心还堆满了同伴的尸体。但这并不是在举行感人的送别仪式，而是一场至死方休的自尽行动。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行军蚁之中。行军蚁是一种性格凶残的蚂蚁，它们和普通蚂蚁不同，会对拦路的任何生物发动攻击。不管它们的体型有多巨大，都会利用蚁海战术将其击溃，并且蚕食殆尽。就是这样恐怖的生物，为什么会陷入自我灭绝的死亡漩涡中呢？首先，因为行军蚁的视力非常差，几乎看不见眼前的东西。它们辨别前进路线的方式，完全依靠前面的行军蚁留下的信息素。而以团队行动著称的行军蚁具有极高的纪律性，会对同伴留下的信息素坚定不移地跟随。而领导这支大军的，通常是最强壮的兵蚁，走在最前头的他们，只能凭借自己的感觉前进。可一旦他们迷了路，回头碰见了后来者的信息素，就会形成一个闭环。然而此时谁都察觉不到问题，只知道一刻不停地追随前者的脚步，后继而来的大军也只会让这个漩涡越来越大。这些行军蚁会这样一直前进，直到体力耗尽而死去，最终全军覆没。并且如果附近的行军蚁数量够多，就会让这个死亡漩涡越发庞大。截至目前有记录的最大规模的死亡漩涡已经超过360米，最外圈的蚂蚁甚至需要2个小时才能跑完一圈。更可怕的是，它们几乎无法逃脱这个死亡循环。曾经就有一位生物学家观察过一个死亡漩涡，它持续了整整1天，期间还下了一场大雨，都没能阻止蚁群疯狂的脚步。同样沉迷集体自杀的还有这群领航鲸，这是一种长相神似海豚的生物，因为喜欢在船只附近跟随引路而得名。可就是这样以领航为名的生物，为何会沦落至搁浅身亡的结局呢？最近一次的领航鲸搁浅发生在2023年7月26日的澳大利亚切恩斯海滩，近100头领航鲸莫名其妙地冲上海滩搁浅自尽。然而此事在澳大利亚并不罕见。2022年约230头鲸在塔斯马尼亚州海岸搁浅，2018年近150头鲸在澳大利亚州西海岸搁浅。吸取了先前的教训，海洋生物学家这次提前预测到了领航鲸的行动，于是提前进行了部署，第一时间赶往救援。可营救工作还是困难重重，因为领航鲸的体型非常庞大，重达2-3吨，并且一旦脱离海水，就会因为皮肤脱水和内脏挤压快速死亡。所以尽管有众多志愿者加入，也只将40多头领航鲸送回了海里，而剩下的50多头在早上就已全部死亡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被送回海中的40多头领航鲸又再次返回海滩，似乎铁了心要搁浅自杀。
领航鲸集体自杀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。有人说是因为它们喜欢将猎物赶至浅滩进行捕食，也有人说是因为浅滩影响了领航鲸的回声导航，还有人说是因为地球磁场的变动影响了领航鲸的定位系统，以及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猜测，那就是鲸群中有某个成员命不久矣，为了避免下沉，会本能地游向浅滩，而领航鲸有非常深厚的种群情谊，会一路陪伴虚弱的成员，从而一起陷入了搁浅的危机。他们被放生后再次回归，可能也是以为同伴受到了威胁，从而舍身相救。关于动物们的这种诡异的集体行动，还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揭开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